中国的道术对国外的鬼有用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正要去一个墓地古堡，回来了告诉你们。我回复的帖子被顶上了热评，大家都说我吹牛，可他们不知道我是唯一的第10传人。而那个英国古堡中的东西远比鬼怪更可怕。最近论坛里有一个帖子很火，中国的道术对国外的鬼有用吗？符咒能对付吸血鬼吗？我认真回复，应该可以，我正要去一个墓地古堡，回来了告诉你们。很快，我的评论就被顶上了热评，基本都是骂我吹牛的。又是墓地又是古堡的，到底是个啥呀？话都不说清楚就别编了。就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中国的法器在国外根本没用。我师兄用桃木剑砍吸血鬼，被对方一招秒了。对，我可以替楼上证明，我就是那个师兄。哈哈哈，笑死了！你的 IP 在英国，你比那个吹牛的可信多了。登机广播响起，我无奈地放下手机。他们不知道，我真没吹牛。我叫乔墨雨，是南疆大学的大3学生，也是当代唯一的第10传人。帝师，古代一开始泛指风水先生，后来就特指能观星的风水大师。俗语有云：一等帝师观星斗，2等风师巡水口，3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，能掌握观星望气之术的，古代都在钦天监任职，效命于帝王家。我乔家祖上便是钦天监监正，也是世传的封门门主。这次我受陈导的邀约，去英国探寻一座幽灵墓。陈导家有一座很大的庄园，庄园的园丁是个醉鬼，每个月都说自己看到了一座幽灵古堡。陈导没把他的话当回事，直到有一次，他自己也隐隐约约看见了一座古堡，隐藏在雾气当中，就和海市蜃楼一样。我给他解释，所谓的幽灵墓又叫隐冢，平常发现不了，只有在每月15阴气最重的时候才能泄露一丝踪迹。冢本意指高大的坟，一般王公贵族的坟墓才能称之为冢，而要隐藏一座坟墓是要花大代价的，普通百姓不会去做，所以这种墓才称之为隐冢。隐冢用奇门遁甲隐藏，但也不是毫无破绽。坟墓本就属阴，如果再用纯阴之血抹在木门上，阴气激增，人肉眼就可以见到这一座坟墓。听完我的介绍，陈导眼前一亮。这么说，我园子里的这座幽灵墓，它的主人肯定不一般啊。那里面的东西，乔大师，就按咱们当初说好的，除了我承诺给你的价格，古堡里的东西你还可以任选一样带走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宋菲菲站在旁边翻了白眼，嗤笑道：打发要饭的呢？我们这么缺你这点东西啊？灵珠，咱们走吧。陆灵珠也叹口气，一脸失望地看着我。哎，乔墨雨，没想到啊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却拿我当血包，这份友情终究是我错付了。陆灵珠是个茅山道士，武道双绝，更难得的是他八字纯阴，而且身强命硬，他的血液正适合用来打开这座幽灵墓。宋菲菲是他的徒弟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富二代，天性热爱探险，陆灵珠走哪都带着他。我不满地拉住陆灵珠的手臂，陈导是我朋友，我们人都在这了，你一个方外之人，讲究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哼，东西是次要的，重点是你骗了我，走开。陆灵珠用力推了我一把，我往后连退3步，捂住胸口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为这点东西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来呀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陆灵珠直接冲过来，用力给我一拳，我们2人扭打在一起。宋菲菲在旁边挥舞着手臂劝：住手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啊，这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陈导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，急得满头汗。江浩言悠悠道：古有2桃杀3士，现在你拿出一样东西，就想让2个大师给你卖命？不是我说啊，陈导，你未免太不会做人了。陈导恍若大悟，一拍额头：是我不对，2位大师不要再打了，古堡里的东西你们可以一人挑选一样。我一手握着雷击木令牌，充耳不闻。哼，陆灵珠，别仗着自己学过武当的形意拳，就以为能压我一头。如果我用掌心雷劈你的脑门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？笑死，我脑子天生缺根筋，还会怕你劈吗？来呀！嗨！五雷号令，一道雷光闪过，正中陆灵珠的脑袋，他浑身一僵，瞪大眼睛。他妈的，乔墨雨，你是真劈啊！我打死你！我扭头就跑，边跑边小声求饶。不演真一点，他怎么上当啊？没错，这是我和陆灵珠提前设计好的。我们2人都是世外高人，去跟陈导讨价还价太难看，就合谋想出这个计策，变相让他加价。陈导果然上当，在后面挥舞着手臂大喊：4剑，你们4个一人1剑，2位大师别打了。宋菲菲在旁边跺脚，入戏很深。灵珠，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。陆灵珠飞起一脚，把我踹在地上。陈导急了，一咬牙：6件，古堡里的东西你们可以拿6件，真的不能再多了。2位大师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别打了。我和陆灵珠对视一眼，他伸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。哎，你这一招狗啃屎，让我想起12年前我们出狱时，你被我推倒在地的身姿也是这么优美动人。这次我就舍命陪君子吧，谁让我摊上你这么一个朋友呢？陈导大喜过望。陆大师，这就对了，2位快请进，尝尝我们这里著名的奶油茶。
陈家祖辈很早就移民英国，家境显赫，他家的庄园占地100亩，光是佣人就有几十个。陈导热情招呼我们进入会客厅，长长的西餐桌，一眼几乎望不到头。桌子中间装点着鲜花和漂亮的瓷器，旁边的几个位置上放红茶点心，还摆满了大蒜。陆灵珠剥了一个大蒜塞进口里，嫌弃的直皱眉：“啥玩意儿啊？大蒜加红茶，为什么又叫奶油茶？口味太离谱了。”陈导干咳一声：“嗨嗨，那个陆大师，旁边那个司康饼蘸奶油才是茶点，这个大蒜是给你们2位驱邪用的。我也不知道咱国内的道术法器在这好不好使啊，在国外银器和大蒜才是驱邪的，所以都给你们准备一点，有备无患吗？哈哈。”我端起红茶，淡淡的抿了一口，一派高人风范，不像陆灵珠这个土包子。无妨，《道德经》里说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实际上阐述了阴阳属性间的相互关系。相对属性的元素相遇，会产生冲气，互相抵消，归于自然。不管东方还是西方，所有邪灵鬼怪都是至阴之物。西方的光明与黑暗，就像东方的阴阳，阳能克阴，光明可以驱散黑暗，道理都是通的。陈导举起大拇指：“乔大师懂得真多呀。”我朝陆灵珠看了一眼，也没有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已。不像陆灵珠，从小在山里修行，勉强读完高中就跟着他师傅跑江湖了。果然，陆灵珠用力咬一口甜点，咬牙切齿地瞪着我。这一招真是百试不厌啊！我心里一阵暗爽。吃完晚饭，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。我从包里掏出罗盘，在庄园里找幽灵木的位置。奇门遁甲中，杜门是隐藏之门，用于隐身藏形，与外必绝不通。杜门位于东南巽宫，巽生离，旺于春，衰于夏。我低着头，跟着罗盘一边走一边默念口诀，很快就找到了木门的位置。就在这儿。陈导看着眼前这棵普普通通的桦树，有些傻眼。啥意思？古堡的入口在这树下？没什么奇怪的，杜门原是木，犯者灾祸频。陆灵珠上。陆灵珠从包里掏出一把匕首，小心翼翼地在指尖扎了一下，然后挤出米粒大小的一颗血珠。够了没有？一阵风吹过，血珠凝结在他指尖。陈导，我的母语是吴语。你一天天吃那么多，挤点血能死啊？哼，你自己怎么不挤？陆灵珠嘴上不服气，到底还是老老实实用匕首又扎了一下，然后把血抹在树干上，慢吞吞一滴接一滴。小孩子去医院抽指尖血都比他搞得快。到第10滴的时候，整棵树的枝叶剧烈地颤动起来，哗啦啦，一阵阴风扫过，这棵树忽然凭空向旁移了几尺，露出地下一扇紧闭的石门。我们几人朝石门看了一眼，大吃一惊。陈导揉了揉眼睛：“泰山石敢当？我没看错吧？这石门上咋有中国字？”看着那几个巨大的朱砂字体，我心头涌上一股强烈的不安。石敢当源于上古时期的灵石崇拜，明清时是鼎盛时期，店铺屋舍、桥头大路都会立上小石碑。石敢当，镇百鬼，压灾殃，官利福，百姓康，同教圣，礼乐章。石敢当通常用于镇压邪祟，相传我国的鬼城入口之一就在泰山，所以泰山的石头对鬼物来说重若千钧，带有天然的镇压力量。这一座国外的古堡，先是布下奇门遁甲，又用石敢当做木门，莫非是镇压了什么邪恶的东西？看着我凝重的表情，陆灵珠战术性干咳一声：“乔墨雨，要不算了吧？”陈导大惊失色：“这怎么能行？乔大师，2位大师，我给你们加100万，一人600万，这木门都开了，不能退缩呀！不是钱的事，这么大块泰山石，不远千里搞到这里来镇压古墓，下面万一有什么，1000万，有什么邪祟是我堂堂帝师和茅山传人不能对付的呢？”我一脸坚定地拍了拍陈导的肩，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矿泉水瓶，里头装了绿油油的槐树汁液。槐树属阴，用槐树汁能轻松地化去朱砂。我把槐树汁淋在石碑上，很快，鲜红的朱砂字体颜色褪去，石碑发出轻微的咔咔声响。我们几人合力把石碑抬起来，挪到旁边，露出底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。我又拿出朱砂笔，重新把那几个字描好，然后叮嘱陈导找人在旁边盖个雨棚。这地方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，雨说下就下，可别把这朱砂给淋坏了。看好石碑，我们上来以后得把它重新盖上去。洞口不大，宋菲菲带了专业的攀岩设备，我们用飞虎抓固定在洞口，然后攀着绳子，一个接一个往下滑。这洞比我想的深很多，而且不是笔直往下的，而是往西面有很大的一个斜度。我们起码滑了上百米距离，我是最后一个下去的，脚底刚踩上地面，就看见他们3个一副痴呆相的看着我背后的方向，呆若木鸡。我转头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。黑暗中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古堡，我们头顶的探照灯发出的光源散漫地射在四周，只能隐约看清它的轮廓。我们4个被古堡摄人的气势所惊到，一齐沉默下来。好一会，陆灵珠才满脸嫉妒地赞叹了一声：“妈的，这老外真会享受啊，这木修的可真气派。菲菲，这起码得是个啥伯爵之类的贵族吧？”
宋菲菲从小在国外留学，对欧洲文化了解比我们多。她拧着眉头，满脸不解。真奇怪啊，英国人没有像我们那么重视陵墓的。他们的陵墓也不是在地下，基本都是地面建筑，像英国王室，大多葬在圣乔治教堂里。他们不讲究一墓一穴，一座教堂的地下室分成一个一个小隔间。据说圣乔治教堂葬了1800帝师少女之幽灵古堡 BJK 22多个皇室成员。陆灵珠的羡慕顿时转为嫌弃，姨那得有多急啊，死了还要被七大姑八大姨唠叨。我心头一跳，抓住了重点。你是说这里面可能也葬了几百个人？宋菲菲点点头。如果是哪个贵族的墓葬，是很有可能的。啊，几百个？那不就代表……陆灵珠惊叫一声，我们心有灵犀地对视一眼。我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弯起。那起码几百件陪葬品啊，发财了。陆灵珠翻个白眼。乔墨雨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财迷？我们可能要对付几百个鬼啊！哼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那你回去啊！呵呵，想过河拆桥，我就知道你想独吞。你这阴险狡诈、卑鄙无耻的小人！都别吵了！江浩言嗓音颤抖，往我旁边靠近一步。前面有个人，我们4个头上都带着专业的户外探照灯，一起朝江浩言伸手指的方向看去。4束光线汇集成一束，把身前的地面照得分毫毕现。石砖上静静地趴着一个人，他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冲锋衣，身上落满尘土，面朝地板趴着，一只手压在身下，另一只手五指用力张开，指向远方。一具尸体而已，他手里好像有东西。宋菲菲眯着眼睛看了一会，好奇地走过去，在那具尸体旁边蹲下身。宋菲菲正要去拉他身下的手，那具尸体忽然动了一下。啊！宋菲菲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去。我抱着胳膊摇头，灵珠，你这徒弟不行啊！虽然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人贪财重利，目光短浅，但没想到你会为了钱收个这么胆小的徒弟，传出去真是堕你们茅山的威名啊！江浩言，你去看看，这是我同学江浩言，他4足纯阳，筋骨齐家，哭着喊着求我收他当徒弟，我都没答应。他这样的，你们茅山怕是要抢破头，在我这里，始终还是差了一点。江浩言，陆灵珠翻个白眼。对，我们茅山派没本事的弟子多了去了，没办法呀，门派大了人一多，就是这样的。不像你们帝师一脉，一代只有一个人，不找个厉害点的，一出事就是门户断绝。争吵间，那具尸体动得越来越厉害，后背鼓起，四肢颤抖。宋菲菲吓得直往陆灵珠身后躲。灵珠，别吵了，快掏法器呀！不等陆灵珠动手，那具尸体的袖口处忽然钻出来一只老鼠，滋滋叫着，被光线吓了一跳，又缩回去。我嘿嘿一笑，拿法器对付老鼠啊，未免有点大材小用吧？我走过去，把那具尸体一掀，底下的老鼠四处逃窜，尸体手中的东西也滚落在地。看清那东西，我错愕地瞪大眼睛。我去，它怎么会有这个玩意儿？掉在地上的赫然是一只黑驴蹄子，蹄子上的皮肉已经被老鼠啃光，就剩下一截光秃秃的骨头和光滑的黑色蹄掌。我心中闪过一丝茫然。黑驴蹄子可以克制僵尸，是盗墓倒斗人必备，它出现在任何一座古墓里都不奇怪。可这千里之外的英国地下古堡，怎么也会有这东西？我心中闪过一个猜测，伸手在尸体脖子上一摸，果然摸到了一枚摸金符。牛逼啊！盗墓盗到英国来了！陆灵珠绕着尸体转了一圈，啧啧称奇。他哪下来的？这上头有盗洞吗？现在是晚上，也没有星星，头顶黑漆漆的一片，即使有盗洞，我们也发现不了。不过这座古堡的位置应该就在隔壁的葡萄酒庄下面，那酒庄建在一座小山上，地势高很多。如果从那头打盗洞，要不了几米就能打通。当初特殊年代，很多有这方面本事的人都出国了。估计这盗墓贼是从哪听说的这下头有个古墓吧，在国外也恪守传统，不愧是摸金校尉啊。当年曹操为了弥补军费不足，专门设立了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等官职，到处盗墓取财，补贴军饷。后来盗墓里有一派就称自己为摸金校尉，他们随身带着黑驴蹄子，脖子上挂了穿山甲爪子做的摸金符辟邪，真正的摸金符极为难得。我丢下手里的黑驴蹄子，把那枚摸金符顺势揣进兜里，转身朝古堡的方向走去。行了，先去找古堡的入口吧。乔墨雨，小心点。江浩言蹲下身，把那只黑驴蹄子捡在手里，对着光照了照，脸色很难看。这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牙印。陆灵珠也探头过去看，这么大的牙印，不像是人类的牙齿啊。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表面轻松，心里却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。这枚摸金符入手温润，一看就是真品。这年头能搞到摸金符的都是有真本事的，却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在地底，里面的东西只怕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可怕。我们几人绕着古堡转了一圈，令人诧异的是，居然没有发现入口。城墙上只有一个半人高的洞，旁边碎石洒落一地，估计是那个盗墓贼炸出来的。奇怪，这座古堡本身就没修建入口吗？这也太不合理了，哪怕是个墓葬，正常来说也是有大门的。
特别是像宋菲菲说的，国外的陵墓也是教堂，活着的亲人都会进教堂里来祭拜。可这个古堡像铁桶一般，周围一圈都是光滑的墙壁，连一扇窗户都没有。这个样子不像是宋菲菲口里传统的教堂陵墓，倒像个牢笼，防止什么东西从里面逃出来。陆灵珠走到洞口旁边，先往里面丢了几个大蒜，然后自己弯下腰钻进去。他打头，我垫后，我们4人一前一后钻进洞里。这古堡的城墙修得很厚，而且是双层的，中间的夹层塞满了沙子碎石，那些沙子流淌一地。我双膝趴地，跪在地上往前爬，硌人的很。我爬了几步，就忍不住搓一下手，顺便揉膝盖。刚一停下，忽然感觉身后有人撞了上来，我顿时心跳一紧，头皮发麻。陆灵珠他们3个都在我前面，我背后的是谁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没有半分犹豫，大喊一声，用足了劲，往后猛地踢出一脚。这一脚实打实的踢到了一团温热的东西，我看见一团黑影往后倒飞出去。我操，乔墨雨，你喊啥呀？吓死我了！陆灵珠已经从洞口爬出来，站在古堡里头，他伸手把宋菲菲和江浩言拉起来，3个人一起凑在洞口看我。3束光线刺得我眯起眼睛，我转头朝身后看了一眼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加快速度从洞里钻出来，然后站起身，把屁股对准陆灵珠，帮我看看。妈呀，你拉屎了？你好恶心啊！我拉你头上。我气得用屁股去蹭陆灵珠，陆灵珠呸了一声，一把推开我。刚才有东西撞我身上了。听我解释完，3个人才一起蹲我身后，拿灯照我屁股。陆灵珠伸手在我屁股上摸了一把，然后盯着指尖那团黏糊糊的东西，好像是湿泥巴。我骗你的，我刚没忍住，真的拉稀了。啊，哦！陆灵珠尖叫一声，跳起来，拼命甩手。我站在旁边哈哈大笑。江浩言无奈地看着我笑。乔墨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捉弄陆灵珠？他走到我旁边，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我，擦擦。小江真懂事啊，还爱干净。别人盗墓都是带法器带装备，就他还记得带餐巾纸。我赞许地看他一眼，接过纸巾，在屁股上胡乱抹了几下，然后把纸巾凑到灯下看。黑色的，黏糊糊的，闻起来一股泥土的味道，确实是团湿泥巴。可能是有什么动物从那个盗洞钻进来了，穿山甲之类的。我把纸巾随手丢在地上，抬起头打量四周。这座城堡内部果然是个教堂，不过跟寻常的教堂又有点不一样，左右两边各摆着7排椅子，中间的圆台上没有放讲坛，而是放了一口华丽的棺材。江浩言很诧异，这就是主墓室，这么容易的吗？我们朝圆台走去，刚跨上台阶，就看见台子的东南角摆着一根熄灭的蜡烛。人点蜡，鬼吹灯，摸金校尉的规矩，要在墓室东南角点根蜡烛。如果蜡烛燃着就没事，蜡烛熄灭的话，要把拿到手的财物还回去，恭恭敬敬磕3个头，原路退出墓室。乔墨雨，咱们这是不是也算捣斗？得按摸金校尉的规矩来吧。陆灵珠从包里掏出一张符纸，指尖一抖，符纸燃烧，他把符纸夹在手里，凑过去点蜡烛。我不赞同的皱起眉头，你别多事，搞这些干嘛呀？盗墓有损阴德，是我们传统正道的大忌。以前我虽然下过好几次古墓，可从来都不碰陪葬品。这次即便要拿东西，按照英国土地私有的政策，我们也是光明正大帮陈导拿属于他的财物，完全称不上一个盗字。陆灵珠不顾我的反对，把蜡烛点燃了，橙黄色的火光驱散了黑暗，室内顿时没有那么阴森可怖了。宋菲菲兴奋地在原地跳脚，好酷啊！我看了鬼吹灯以后就一直想试试，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了。啊，好有仪式感。毛病！我懒得管他们，走到棺材旁边，伸手要推棺材盖，手刚搭上去，烛火猛地跳了一下，彻底熄灭了。我心头顿时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宋菲菲倒吸一口冷气，躲到陆灵珠身后，探出半个头来。啊，感觉更刺激了。我收回手，看向陆灵珠，要守摸金校尉的规矩，那你走。陆灵珠讪讪地转过头，掏出一把符纸撒向空中。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，百无禁忌，诸邪回避。一句百无禁忌，算是把自己刚才说的话收回来了。但是刚才蜡烛熄灭，还是一个不好的兆头，都怪陆灵珠，非要给自己添堵。我赌气地瞪着他，你自己来开棺。我开就我开，多大点事啊？陆灵珠走上前，低头看向棺材盖，忽然发出一声轻叫。咦，你们快看，这上面有字。这是一口橡木所制的6边形棺材，两边有把手，中间并没有刻十字架，而是写了一行英文字 Husker Castle。陆灵珠 HH 嗨嗨，乔墨雨，你来念。笑死，没文化真可怕呀，这几个简单的英文都不认识。早说了让你多读点书，不要整天游手好闲。我一边摇头一边凑过去看。浩言呐，这种表现的机会就让给你们年轻人吧，你来。陆灵珠一脸狐疑地看着我，你是不是不会念啊？呵呵，怎么可能，我过了英语4级的好吗？那你自己干嘛不念？见我和陆灵珠又开始吵，江浩言无奈地摇头。胡斯卡城堡应该是这座城堡的名字。
江浩言低头沉思，这个名字好耳熟啊，好像在哪里听到过。到底在哪里听过呢？老外的棺材构造和我们不一样，盖子一边固定，另一边有把手可以直接打开。江浩言还在喃喃自语，陆灵珠已经伸手掀开了棺材盖。老外的名字起的都一样，什么思什么豪的多了去了。盖子一开，陆灵珠先往后退了一大步，等了好一阵，无事发生。我们这才凑过去看，发现棺材居然是空的。什么吗？一件陪葬品都没有。我不甘心，半个身子趴在棺材里面，拿灯一寸一寸照过去，真的啥也没有。就知道不会有这么顺利，算了，去里面逛逛吧。城堡看着大，但是只有一层，中间是礼堂，两侧呈环形，是一溜的小房间。我和陆灵珠打算分头行动，她跟宋菲菲从左边走，我带着江浩言从右边清扫房间，转个半圈，两人就能汇合。右手边第一个房间，里面零散的堆着一些烛台器皿，灰扑扑的，也看不出值不值钱。我一连看了几个房间，都没有什么收获，直到打开第4个房间，房门一开，就看见有人蹲在角落里，背对着我吃东西。嘎嘣嘎嘣，啃咬骨头的声音在寂静的暗室里格外明显。我有些意外，陆灵珠，你这么快就扫到这了？话音一落，那人吃东西的声音停了下来，我才感觉到不对劲。他不是陆灵珠，对方披着一件黑色斗篷，虽然蹲在那，但是看着肩膀很宽，身形高大，明显是个男人。我暗叫不妙，正要伸手从包里拿桃木剑，那人已经朝我扑了过来。探照灯的光打在他脸上，露出一张惨白的脸，眼珠碧绿，嘴唇鲜红，唇角2颗尖尖的獠牙，和影视剧中吸血鬼的形象一模一样。我忙侧身一避，躲开他的攻击。吸血鬼龇牙咧嘴，又朝我扑过来，我随手一刺，桃木剑扎在他的胸口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桃木剑的效果居然不大。桃者为五木之精，又称仙木，有辟邪镇宅的作用，在英国居然不好使了，看来地域差异果然是存在的。我手掌一翻，雷击木令牌劈出一道雷光。吸血鬼惨叫一声，狼狈地摔在墙上，然后趁机逃出房门，引入黑暗中。我和江浩言追出去，刚跑出房门，就听见一阵哗啦啦的响声。我抬头一看，远处成群结队的蝙蝠正朝我们飞来，我忙转回房间，伸手把房门关上。无数的蝙蝠冲在门上，像雨打芭蕉一样，发出砰砰砰的响声。我和江浩言死死顶着木门。吸血鬼果然会驱使蝙蝠，真麻烦啊！雷击木令牌一次只能发出1道雷光，用天劫令又未免有点大材小用，根本不适合对付这些蝙蝠。我们只能先躲房里，等他们散去。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是宋菲菲！糟了，陆灵珠他们出事了！来不及布阵了，我一咬牙，满脸肉痛地从包里取出一张神霄派的石雷符。神霄派是符箓3宗分眼的支派之一，只修雷法。门派以5雷为核心，包括10雷、36雷珠。按神霄派雷典记载，天境有36天，每一天境皆有1雷。他们的10雷和36雷符能引发雷阵，炼制起来非常麻烦，价值不菲。我打开房门，大喊一声陆灵珠的名字，泪流满面。我花了8万块，死皮赖脸从神霄派弟子手里不是买来的石雷符啊！房门一开，我和江浩言抱着头冲出去，乌泱泱的蝙蝠扇动着翅膀扑过来，挤满了整条环形走廊的上空。去死吧！我把雷符朝上丢去，下一秒，头顶忽然出现一道细密的雷网，龙蛇一般一下窜过了整条走廊。大部分蝙蝠连叫声都来不及发出，就抽搐着翅膀摔落在地，只余下少量蝙蝠拼命地往屋顶上逃窜。江浩言大为震惊：卧槽，真牛啊！能不牛吗？8万呐！那还是因为对方欠了我人情，不然市场价80万都买不到。我心痛如绞，江浩言看着我泛红的眼眶，语气酸溜溜的：乔墨雨，你和陆灵珠感情真好，你放心吧，他那么厉害，肯定会没事的，不要担心了。我只是在心疼我的雷符。我加快脚步，朝刚刚宋菲菲发出喊声的方向跑去。我一边喊着陆灵珠和宋菲菲的名字，一边无头苍蝇一样在那几个房间乱窜。这几个房间比右手边的大了许多，零零散散摆着很多石棺，可奇怪的是，根本没有发现陆灵珠他们的身影。乔墨雨，这儿有一部楼梯，房间的最深处漆黑一片，刚刚我还没仔细看，那里竟然有一部向下的楼梯。楼梯旁的扶手雕刻着精致的花纹，旁边墙壁上还画着色彩艳丽的壁画。下去看看。我拉着江浩言，小心翼翼地往下走，刚走到拐角处，鞋子里忽然伸出一只手，快如闪电，捂住了我的嘴巴。那人还把我和江浩言头顶的探照灯都给关了，我视线里顿时只剩下一片黑暗。是我，陆灵珠的声音传来，我松了口气。你搞什么？刚问一句，又被陆灵珠捂住了嘴巴，他还把我死死摁在墙壁上。我们4个人站成一排，身体紧紧贴在墙上。我一脸懵逼，下一秒，我视线余光里出现了一个白点，白点靠得越来越近，看清那个东西，我人都傻了。那是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人，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缠满了白色的绷带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那些白色绷带应该是用特殊布料做的，
破破烂烂，还发着隐隐的荧光。这玩意儿怎么那么像埃及的木乃伊啊？木乃伊慢吞吞走到我旁边，忽然停下来，凑到我脸庞，轻嗅了几下。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传来，我立马屏住呼吸，转头看着陆灵珠，用眼神跟她交流。这玩意应该好对付吧？值得你吓成这样？陆灵珠朝远处抬了抬下巴。我定睛一看，顿时头皮发麻。下面的楼梯上是密密麻麻的白色人影，起码有大几十个，我都懵了。这明明是个英国的古堡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木乃伊？这么多木乃伊，一人甩一下头，那些绷带都能把我给抽成脑震荡。而且这么臭，我情愿回去打吸血鬼，也不愿意面对这些木乃伊。我们几个贴在墙上，屏住呼吸。这些木乃伊原本应该在房中那些石棺里，追着陆灵珠他们下来，现在找不到人，他们又游荡着，慢慢回到楼上。我们身体贴墙站着，死死屏住呼吸，在一片漆黑中看着一个又一个木乃伊从身旁经过。寂静的黑暗中，只能听见自己疯狂的心跳。我憋气憋得头昏眼花，眼看着最后一个木乃伊从我们身旁经过，宋菲菲先忍不住了，她忽然松开手，头歪到旁边干呕了一下。哦，木乃伊的脚步停下来，猛地转过头，头上的绷带甩了一下，绿油油的眼睛盯着我们看。快跑！所有的木乃伊都动了，四肢僵硬，争先恐后的追在我们身后。可奇怪的是，等我们跑下楼梯，他们却站在楼梯上不动了。我们继续往里跑了一小段路，见他们没有追上来，一个个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我实在想不通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怎么会有木乃伊？宋菲菲却满脸兴奋。我们发财了，这古堡起码是中世纪的。原来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上，贵族们热衷于购买和食用富含木乃伊的食品，一度把木乃伊吃到断货。当时的人们坚信木乃伊有超高的医用价值，可以治疗癫痫、肠道感染等各种疾病。许多贵族会用木乃伊泡酒，或者把它们和香肠、饼干之类的一起加工。除了食用，木乃伊还被磨成粉末，加工成一种特殊的颜料——木乃伊棕，用来表现人物的肤色非常自然和通透。许多世界名画都用了这种颜料。听完宋菲菲的介绍，我不由得对这些木乃伊产生了深深的同情。好惨啊！我们的盗墓贼顶多偷些陪葬品，可这些堂堂的欧洲贵族却把人家从坟里挖出来吃，还做成颜料。宋菲菲继续感叹，这座城堡能收藏这么多木乃伊，城堡的主人不只有钱，还非常有地位。就算没有其他东西，我们一人要一具木乃伊，也能卖个几千万，哈哈，几千万！我眼前一亮，那就选这个了，等会给他们驱个邪，把躲里面的亡魂赶跑。木乃伊死了都几千年了，早就魂飞魄散，现在能动，都是因为有周围的游魂寄宿在里面。到时候做场法事超度一下，虽然有点费时间，但是为了这么多钱，值了。我们几个说的热闹，陆灵珠兴奋地拍了我一下，我往旁边退了几步，忽然感觉身体一空，整个人往下坠去。我包上还挂着飞虎抓，情急之中，我把飞虎抓往上一抛，牢牢扣进地面，这才止住下降的趋势。我身体在空中摇摆，撞在石壁上。我忙打开头顶的探照灯，往下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我脚底下是一条黑不见底的深渊。妈呀，这怎么有一条这么深的沟啊？你没事吧？乔墨鱼，乔墨鱼，乔墨鱼，乔墨鱼。陆灵珠趴在地上，声音在山壁间来回相撞，发出回音，听着仿佛有无数人在喊我的名字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深渊，中世纪胡斯卡城堡，我知道了。江浩言情急地趴下来朝我喊：乔墨鱼，快上来，这是通往地狱的入口。地狱，地狱，地狱，又是一阵可怖的回音，听得我头皮发麻，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传说在14世纪，某处地面上忽然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缝，附近的居民都说裂缝里有会飞的怪物，会吃人。为了探明究竟，国王奥托卡二世下令，只要有死刑犯肯下到地缝里去，就可以赦免死罪。一个犯人被绳索吊下去，不到几分钟就发出凄厉的惨叫，旁边的守卫快速将他拉上来，可就这么一会功夫，他的头发就全白了，而且人也疯了，一直喊着下面有魔鬼。国外下令在地缝的上方建起城堡，不配守卫，也不设门窗，就是为了镇压这个所谓的地狱之门。那些埃及木乃伊很可能是献给魔鬼的祭品。我心里本来就瘆得慌，听完江浩言的故事，更加不寒而栗。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掉在深渊里，四周全是深不见底的黑暗，头顶的探照灯发出单薄的光线，也很快就被黑暗吞没。我不敢再往下看，握紧包上的绳索，打算往上爬。就这么一抬头，正对上一双漆黑的眼睛，一张毛茸茸的狗脸上长着一对滚圆的眼珠，有荔枝一般大小，闪着幽幽的光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。我心头一惊，双手本能地松了一下，幸亏那飞虎抓的绳索绑在我的双肩包上，若是拉在手里，这一下我已经跌入万丈深渊。我向后退出一点距离，这才看清身前的东西。那是一只巨大的蝙蝠，和成年男子一样高大，正收拢着翅膀，倒吊在峭壁上。蝙蝠被我惊动，张开翅膀，呲起牙齿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。这么一折腾，犹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整条深渊好像都动了起来。我转头一看，心凉了半截。
两旁的峭壁上倒吊着许多密密麻麻的蝙蝠，有许多比我身旁这只还大。快拉我上去！我两只手死死扯住绳索，脚拼命地在崖壁上蹬。有蝙蝠扇动翅膀朝我扑来，我身在空中躲避不了，只能硬抗了一下，手上被尖牙划过，顿时血流如注。陆灵珠，快用神霄派的雷符啊！陆灵珠这个土大款和宋菲菲两人常年混迹各大拍卖会，手上法宝一大堆，却还在傻乎乎地拿七星剑打周围的蝙蝠。听见我的喊声，他愣了一下，忙从包里掏出一张雷符朝下丢来。金黄色的符纸从空中飘下，绽放出万道雷光，我目眦欲裂，心痛如绞。什么？这是36雷符？你为什么要用36雷符啊？神霄派的36雷符，我3年前去买的时候就已经要价200万1张，这还是看在我师父往日同神霄派的交情上。200万，陆灵珠就这么轻飘飘地丢下来了。这种情况，明明丢个10雷符也够得很了呀！我气得要命，周围电闪雷鸣，那些蝙蝠没空再攻击我，我抓紧机会往上爬。陆灵珠拉住我的手，朝我身后看了一眼，吓得瞪大眼睛。卧槽！乔墨雨，快跑！有无数蝙蝠被雷电击中，跌落深渊，却有更多的巨大蝙蝠扑扇着翅膀，从深渊底部飞上来，密密麻麻，乌云遮日一般。陆灵珠不要钱一样，又往下丢了2张36雷符。我气得心绞痛，住手！你这败家子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这些？你这个贪财鬼，快跑啊！陆灵珠拖着我往前跑，我看见他包里哐啷响的那些高级法器，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真羡慕茅山这种大派啊，根基深厚，师门里个个都是有钱人，算个命几千块，画道符几万，点炷香也几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钱大部分可以自己留着，不用遵守千不留一的规矩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收的钱都沾了因果，为了保全自身，不至于5弊3缺，道门中人通常会把钱捐出去一部分。这一部分的比例各个门派都不一样，但捐个10%，在业内已经算很多了。不像我们地师一脉这么变态，千不留一，1000万的活我只能挣9999.9块，1万都不敢凑，真是讨饭缺个碗。听师傅说，我乔家祖上当时被困在一处墓地，几乎到了绝境。临死之际，先祖立下血誓，若是能侥幸苟活，以后门下后代所得钱财，千不留一，都用来做善事。他倒是活了，妈的子孙后代都穷死了。我们一路狂奔着冲上台阶，迎面正碰上那些木乃伊。陆灵珠这个人民币玩家，直接从背包里拿出2大瓶矿泉水，左右开弓，朝那些木乃伊身上浇。我眼睛都红了。阴阳水是这么用的吗？你太过分了！陆灵珠得意地抬起下巴。我刚刚被你一提醒，才想起来自己带了这么多法宝。这玩意儿吧，我们门派里多的是，门派人一多，库房里东西也多，用都用不完，真烦。看着陆灵珠摆阔的样子，我握紧了拳头。谁懂啦？真的比杀我还难受。陆灵珠用完2大瓶水，把那些木乃伊都收拾干净了。我提醒他，走廊上还有个吸血鬼。陆灵珠又掏出1张雷符，我忙抢过雷符。我来，我去收拾。怕陆灵珠反悔，我忙把那张36雷符往包里一塞，一路狂奔出去。嘿嘿，发财了！跑到外面转了2圈，发现吸血鬼躲在一个房间里。我从包里掏出七星剑，本来没感觉，可是跟陆灵珠对比了一下，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寒酸。畜生，今天就超度了你！我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吸血鬼身上，房门一关，虐得他鬼哭狼嚎。乔墨雨，你没事吧？江浩言找过来的时候，吸血鬼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。这东西和僵尸差不多，力大无穷，收起起来颇费一番手脚。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没事，走吧。那些木乃伊怎么运出去？这墙上有壁画江浩言忽然停下脚步，伸手指着墙壁。我凑过去看，壁画色彩艳丽，画着一条深渊，一个恶魔从深渊底部飞上来，非常典型的西方恶魔形象，头生双脚，手握鱼叉，背生双翼，青面獠牙的。我赞叹道：“这恶魔画得不错。”江浩言，这里怎么会画了蚩尤？你说什么？我悚然大惊。江浩言却伸手指着壁画：“你看，这牛角，这尾巴，翅膀，还有手里的兵器，这和我们当初看见的蚩尤壁画不是一模一样吗？”我们2个一起沉默下来。我感觉这个想法太离谱了，荒诞到难以置信。难道一直以来，西方的恶魔和我们华夏的蚩尤其实是同一个种族的？他们都来自哪里？外星文明吗？还是传说中的地心人？其实，关于胡斯卡城堡还有另一个传说。2战时期，德军占领了这座城堡，据说是希特勒想要唤醒恶魔，通过恶魔的力量统治世界，不过都失败了。我勉强笑了笑，连德军都唤醒不了，那估计恶魔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我们带了许多东西从古堡出来，陆灵珠甚至背了一具木乃伊。我嫌弃地捂住鼻子：“你背这个干啥呀？等会让陈导另外派人下来搬不就行了？”陆灵珠冷哼一声。宋菲菲说，上一具出土的木乃伊在拍卖会上卖了1000万美金。什么？我立马拉着江浩言冲回古堡，捞起一具木乃伊放在江浩言背上，脚下的地面忽然颤动起来，一股令人心悸的感觉从地下传来，无数的蝙蝠尖叫着
从楼梯口冲上来扑向我们，我神色大变，从江浩言背上抢过木乃伊，公主抱搂在怀里。江浩言，快跑啊！我们两人连滚带爬从古堡的门洞里钻出来，门洞只有半人高，巨大的蝙蝠扑在上面，根本出不来。但是古堡也完全进不去了，而且这些蝙蝠的样子不像是要袭击我们，而像在逃避什么东西。不会是深渊里的恶魔复活了吧？我们不敢再停留，匆忙带着东西从原路返回。我把泰山石敢当重新压回地道，那种心悸的感觉才逐渐消失。陈导站在旁边，满脸兴奋地翻捡我们带上来的东西。天哪，这是中世纪的花瓶啊！这把剑，天哪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乔大师，你把石碑封上干啥？不再下去多拿几趟吗？要去你去，下面的吸血鬼正好没吃饱，你白白胖胖的，下去跟他做个伴。我眼睛一瞪，陈导顿时不敢再说话了。怕他在我们走后又打什么歪主意，我便换了奇门遁甲的位置，把那座古堡彻底隐藏了。这一趟英国之旅是我赚钱最多的一次，拍卖的木乃伊，再加上古堡里带出来的东西和陈导给的现金，足足赚了1个多亿，折合人民币11万8千，真是好大一笔巨款啊！可是赚到钱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，我总感觉自己忽略了什么地方，心头一直很不安，只是左思右想也想不起来，到底是什么呢？直到陆灵珠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电话那头，陆灵珠压低嗓音，神神秘秘：“乔墨雨，我请你去埃及旅游啊，那里的木乃伊不是，那里的金字塔很好看的啦。”